脑洞永远不够多，只怕真相太寂寞。大家好，我是大鸡，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这里呢，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些那些在网络上面流传的一些奇异的、挑战我们认知的一些影片哦。那最近来讲呢，应该就是我们5月8号由战争部刚公布的这个新网页哦 ，UFO 解密的这个网页哦。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去看看这个网页里面到底告诉了我们哪些真相。那在开始之前呢，请先帮我订阅、按赞，非常感谢。那我们话不多说，赶快开始吧 ，Let's go！All right，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他们战争部网站的一个新的项目，也就是他们的 UFO 的项目。那看起来呢，他们是想要把所有有关跟 UFO 的资料呢，放到这一个资料档案的网页上面哦。那这个地方呢，不是只有战争部本身的资料哦，里面还有就是包括所有部会他们曾经收过的资料，比如说FBI 啊、NASA， 然后还有能源部，还有国务院。目前来讲，他们第一波的释放出来的资料呢，大概有160多份档案哦。那其中的话呢，影片的部分呢，大概是有25、26个影片，照片的部分呢是有13张静止的照片哦。然后剩下的都是 PDF 档，那这些130几个 PDF 档案呢，每一个档案都是他们的有关不明飞行物体的这些调查的一些历史资料哦。那这个呢是他们第一份就是释放出来的资料。根据战争部的说法呢，他们将会在以后的每几个礼拜就会有新的资料上传哦。很多人说这个接下来就很像是 Netflix 的影集一样，就要等他们出新的影集。那目前来讲呢，这个第一份的就是160多个资料，全部呢都是从一个时间点开始。很有意思，就是从1947年开始。那1947年的特别地方呢，就是我们著名的罗斯威尔飞碟坠落的这个事件哦。从这些资料里面你会看到，其实不只是罗斯威尔的事件，其实在1947年的6月、7月、8月、9月那几个月份之间呢，在美国的全国各地都发现了不少的飞碟的目击的事件，而且那个时候呢，正好是美国跟苏维埃开始冷战的第一年。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解密的，就是大家知道的 MK Ultra， 是在1950年到1960年之间，各种的奇怪的这些实验的计划。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呢，已经是到一个跟神秘主义、跟宗教，然后跟各种乱七八糟混在一起的这一个热潮哦。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政府可能就是真的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呢，混淆视听到大家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是假的。这一次释出的这一些档案里面呢，大概是最有讨论性的，应该就是NASA 释放出来的一部分的资料哦。那在近年来的有很多阴谋论者呢，相信说美国其实当时根本没有登陆月球，那只是因为冷战时期大家在打冷战，所以说我们在做太空竞赛，大家都是假的，然后做个假的照片啊，做一个场景之类的。所以说呢，这一次释放出来的这一些太空人登月的这些照片啊，那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哦。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太空人的确有登陆月球成功，第二个呢，也说明了他们每一次登月的时候都看到不明飞行物体，但是 NASA 呢都是总是要把它给压下来。所以说呢，我们在这边就是看到了这几个让大家非常震惊的这几个照片哦。那比如说这个阿波罗12号，他们在月球上面观测到的远方的不明的飞行物，像一个垂直的不知道螺丝形还是有结状的暗亮的这个东西在远方的地方，还有呢多个不同的区域的飞行物体在他们的附近，还有这些都是他们观察到的不明的飞行物体。那在他们档案里面呢，也有一张照片是在阿波罗17号在月球表面拍摄到的这个像这个3点的亮点在远方。他们当时呢在报告里面有讲说，像 Eugene Cernan 他的描述是有看到强烈的闪光云、旋转的物理实体，还描述这个光强到像是火车的头灯。
舒密特他的报告里面是写说，他有看到月球表面的远方有闪光。是想在阿波罗17号之后的20年就没有再次登月。当然呢，那个时候的原因，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认定的原因，是因为冷战啊，或者是没有钱了，我们没有经费。那现在释出的这些照片、这些档案，让我们觉得，那阿波罗17号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去探索外太空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没钱了吗？针对这一个问题呢 ，UFO 的 YouTuber Jesse Michaels 有访问到了 NASA 的历史学家哦，他其实有做了他的解释，看一下。Do you think that we went to the moon in 1969? 実際行ったかっていう。はい。もちろん行ってます。And then, do you think there's anything we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at story? Did they see UFOs along the way? Because UFO を見たのは間違いないです。why are you sure? 僕アポロ17号のキャプテンのジン・サーナン船長のと仲良くて自宅行って一緒に食事したりとか外でも食事したりとかしたことあって、ある質問し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ね。どうしてアポロは17号で終焉を迎えたんでしょうか。でもその頃にはもう18号19号作られてるんですね。なのにどうして17号でやめたんでしょうか。本当の理由を知りたいんですって聞いたんです。Why did they stop with 17? そしたら、彼の答えは二度と来るなと言われたって。Really? これイヤホンじゃないですよ。こう脳に直接語りかけてきたって。Mental download. Never come back again. And were any reasons for not coming back again that they cited? 頼むから、地球人類を邪魔をしないでくれって言われた。Why? 私たちの研究なりを邪魔をしないでくれ。私たちの活動の邪魔をしないでくれって言われた。例えて言うとですね、私たちが何か実験室で実験をしていると、猿がいっぱい実験室に入ってきたら頼むから出て行きなさいって言うでしょ。あれと同じことです。So do you think the extraterrestrials were using the moon as a way to research the Earth? 38万キロ離れた月からもうすでに観察はしてますし、あれは人工的に作られたものだと僕は思ってます。月自体が。で、あそこからずっとこう観察をしているか、あるいは彼らが必要なものをこう取り出したりはし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非常にこう大事な場所だとは考えてます。で、自然にできたものじゃなくて人為的に彼らが意図して作ったものだと僕は考えてるんですね。Did you ever ask Eugene Cernan, why don't you go public with this information? 彼が自分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このことは話していいよということを言われたり、僕は彼から実は画像をもらったんですね。キャプテンが月の裏側を通過するときに一体何を見たんですかっていう質問をしたときに、構造物を見たと言われたんです。その構造物の一部の写真を僕もらったんです。興味がもしあるんだったらうちのお寺にありますから後でお見せします。Yeah, the artificial constructions? You can show me those? Yes. You have photos? Yes. I'd love to see. That's amazing. 所以说呢，之前来讲这些天方夜谭的东西，因为这个照片的释出，然后还有他们太空人本身的报告，这个真的让我们现在在看这一段影片，开始让我们会想说，这是不是可能性变大了？ Alright， 那还有呢，就是这一次释放出的很多影片呢，大部分都是非常远端的，就是一个小点。那在这些影片之中呢，有一个影片是讨论度蛮高的，这个影片呢，就是这一个是在2013年的时候用红外线侦测到的这个不明飞行物哦。所以呢，这个八角形的物体马上呢，第一时间呢，宗教界马上就有很大的反应哦。第一时间呢，我们的议员Luna 议员呢，马上就先放出了一个就是权势之眼，好像有点八角形圆形，然后上面全部都是眼睛的那种所谓的权势之眼哦。然后呢，又有很多人开始仔细研究这个画面之后呢，就开始觉得说这个影片呢可能是某种无人机啊，或者是某种
飞机的背面，就是它喷射的部分，而且呢，那在飞行的时候呢，好像似乎呢，他们还看到就是好像类似像是降落伞一样的东西从旁边飞出去。不过呢，也有很多人讲说，它这个是红外线的热感应仪，这个八角星呢是非常热，所以是黑的。那旁边的那个像烟一样的这个尾巴呢，就是相对来讲的温度就比较低。然后呢，后面这个像是他们讲说像是降落伞一样的东西，那是有比旁边的空气热。所以说呢，那也有很多人是讲说，这个呢可能还是属于不明飞行物体的这个范围。这个画面算是大家还从来都没有看过的，而且呢，造成两边的就是热烈的讨论了，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一部分呢，只是第一份战争部公布的这个资讯哦。那之后呢，没几个礼拜大概会释出一些资料哦。我们到时候如果有意思的影片啊，或者是照片啊，我会在我的影片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啊，或者是呢，在 X 或脆上面看到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哦。所以说，总而言之呢，这一次公布的 UFO 档案虽然没有说任何特别的说哇外星人长什么样子啊，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跟外星人握手啊，或者是解剖外星人的真实影片之类的，虽然没有这些东西哦，但是呢，这个是等于是为 UFO 不明飞行物证明的第一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理论物理学家加来道雄怎么说，他的说法呢，我觉得非常的有重要性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Dr. Michio Kaku is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Doctor, on a scale of 1 to 10, how excited are you about this UFO release? I would put it at a 10 because we're at a turning point. For decades, we had to rely upon eyewitness accounts of housewives, truck drivers. People would snicker and laugh at them. Now we're talking about huge files that are top secret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dern history are being given to the American public. So I'd like to congratulate President Trump for having the nerve to go against recommendations by the FBI and the CIA to release these files so that independent researchers, scientists can go over them and we can make up our own minds rather than having the CIA make up our minds. And the CIA apparently is still fighting the full release. When you hear or see about a UFO that goes like that, up, down, left, right, at 90-degree angles so fast you can't even believe it, what does that tell you? It tells me that the laws of centrifugal force should crush the bones of the people inside the flying saucer. So either there's basically an automated flying saucer, so there are no bones to crack as the thing goes zigzagging left and right, or it represents a very high level of intelligence to create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n other words, we humans cannot get into a spaceship that goes zigzagging like that. Only aliens can, but even their bones would break. So it must be a very high level of automated computer technology. Alright，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这些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按个赞，非常感谢。我们下次见 ，Have a good one，拜拜。